《藏海传》在制作水准、演员表现和类型创新上，已经是国剧的第一梯队，可以认为它是东方版的《权力游戏》。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茶水主管说影视。《藏海传》5月18号马上就要双平台播出了，优酷和央八。很多人问我怎么样看这么一个剧集，现在已经公布了有预告片嘛，还有一些海报，物料还比较少啊。那我看完预告片的感受呢，我觉得有没有可能就是东方版的《权力游戏》呢？我们从4个方面聊一聊。第一，从内容端都是权谋剧都是权谋博弈斗争的戏。一个是东方肖战饰演的这个藏海这个角色，跟黄觉演的平津侯的对抗通过风水玄学布局、技术流、权谋等这些手段来形成博弈，跟权力游戏里边的这个南尼斯特家族和史塔克家族等势力的博弈其实有类似的这么一个内容点但是呢，《藏海传》更多的是聚焦在国家命运的设计上，而不是像权游的这种王座之争所以藏海传呢肯定是更贴近东方文化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类型上呢，权谋加志怪这样的差异化探索，跟权游的这种奇幻史诗定位有所不同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类型上可能这两者对内容语境也是不一样的，因为面对的主流观众群体是不一样的第三点呢，在演员阵容上藏海传呢，肖战、钟汉良、张婧仪、黄觉、于南、陈妍希、乔振宇，你看我巴拉巴拉练了一串就都是这个实力派的这种纯实力派的配置所以在我看来，演员的表演和现在预告片表现出来的这种剧作张力表演张力都是具备的。第四点呢，文化差异尽管呢藏海传在制作层面我不说完全吧，已经足够的接近像《权力游戏》这样的美剧了，但文化基因的差异我认为它是难以复刻《权力与游戏》这样的叙事方式的。因为权游呢，它更强调是冰与火的这种宿命的纠葛和对抗，然后藏海传呢，最终指向是以谋而止，以达成这种和平的愿景，更体现的是这种所谓东方的儒家思想。我觉得它是有现象级国剧的这种可能而且从国际接受度来说，现在据说已经被 Disney 买下了海外的版权而且预告片在海外的一些视频网站播放量也都是100万级的，所以欧美观众世界观众对东方权谋加这样的一个内容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兴趣点但是这一切都需要我们看完正片才知道。结论就是在我刚才写文案的时候，《藏海传》在制作水准、演员表现和类型创新上已经是国剧的第一梯队，可以认为它是东方版的《权力游戏》。但根本上的文化差异，比如家国情怀还有东方文化决定了它可能没有办法去完成像美剧那样的叙事逻辑，更有可能具有中国特色的权谋史诗剧。如果正片能保持像预告片那样的持续高水准的输出我觉得它有望成为继《琅琊榜》之后又一部走出国门的史诗级的这种国剧标杆听清楚，《藏海传》国剧标杆有没有机会？藏海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吗？不是这个人物是虚构的，但是它确实是有历史人物原型的。首先根据小说《盗墓笔记》中的人物设定呢，它的核心原型其实就是明代的著名建筑学家吴中。
这可是个大佬啊！首先，他是明代紫禁城，也就是现在故宫的总建造师，同时呢还主持修建了长陵、献陵和景陵以及很多其他的著名建筑。所以啊，你看《盗墓笔记》小说中说汪藏海主持修建了明皇宫以及参与了皇陵建设的这些情节啊，是不是就对上了？这个吴忠啊，可以说是修皇陵专家。要知道啊，明13陵中他一个人就修了3个，为什么能修这么多啊？那是因为他熬过了4朝皇帝，而且一直担任工部尚书，同时呢还兼任了刑部尚书和兵部尚书，可以说啊是一个集建筑、军事、司法于一体的顶级工科男加技术型官员啊。第二个原型啊，就是藏海如果作为钦天监啊，很可能会参照元代著名天文学家郭守敬的事迹。你看预告里出现的那个神秘的仪器啊，其实就是郭守敬发明的天文观测仪。这一位呢，也是一位集天文、水利、数学于一体的样样全能的超级全能科学家呀。别急，还有第3个呢，就是说到这个藏海啊，最终成为了内阁首辅。要知道啊，明代著名的内阁首辅，前有徐阶委身抵挡，扳倒了大奸臣严嵩，哎，是不是就有权谋君那个味儿了？后有一代救世宰相张居正，而且剧的设定呢，其实也符合明朝中晚期的朝堂争斗，内有叛乱，外有战火，一代内阁首辅力挽狂澜的大背景啊。说到张居正呢，我又盲猜一波啊，期待一个内阁首辅一身红衣，雪地独行，独自上朝的名场面，好吗？这些原型你怎么看？评论区留言分享一个你心中的藏海。从奇门遁甲的角度分析一下折腰对打藏海传能否成功，以及折腰能够播到什么程度呢？仅供娱乐，别当真啊！藏海传在这个盘中就是主角，那也就是正宫。藏海传还是和之前的盘一模一样的，非常的给力啊！整体组合呢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格局的主场结构，还是稳扎稳打的，资源啊压制属于扶持加上自带热度的这种王炸级别的。而折腰所在的呢，天柱、景门、朱雀和地支是5，天柱呢代表的是一种传播。代表的是这种网络上的放大，而景门代表的是这种曝光度，也是话题的热度在这里面。朱雀就很有意思了，这种舆论口舌还有传播的爆点是否足够的给力？虽然整体呢是低于了藏海传所在的宫位，但是整个的组合其实还是预示着有极强的后期的话题制造，包括还有一个逆袭的潜力。我们来加以分析一下六合、天阴和商门，就是它很适合用伤感的女主逆袭类的话题出圈，就适合搞一些联动，因为它的无忧度刚播完嘛，这也可能是折腰的一个营销的打法之一。而魁克以有一个火力的泄气感在里面，就是一旦宣发的节奏没有跟上或者没有控好的话，就比较容易高开低走。而八宫呢，也就是艮宫呢，九天、天蓬和金门都是容易出现一些不好的话题，可能会有一些黑红的话题出来啊，或者一些事情发生。那这部剧它能播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景门、朱雀和天柱3个都是传播符号的汇聚的宫门啊，代表着说有热度、有讨论度，但是呢，就是会有一些是非或者争议，一种口碑撕裂或者口水战的当中去，甚至会有一些节奏感在里面，就是容易热上头。而这个干支的关系呢，就更像是说折腰这部剧并不是平台的重点项目，更像是一个被推上去的 B 方案。这个也顺应了现在的一个节奏的发展和趋势嘛。那武帝包括望球的一个结构，就是很容易起爆，快速的占领一个一席之地在里面。可是呢，因为宫内有辛啊，有魁啊。都是得地之将，也许会有一些爆发性的一些事件呢，或者说炒作或者争议啊。通过整个的盘呢，我做了一个热度对比。那藏海传呢，因为它有3级组合，就是全盘当中气数非常的周正，然后资源很重的一个结构，所以它是属于那种开局就能够统治热搜的那种王炸类型的。虽然呢会有一些虚热或者说观众的疲惫感，可是呢它的根基实在是太稳定了，比热度持久，然后整体的平稳上升，我非常看好。而折腰呢，一红也容易翻，就是景门朱雀代表的是舆论的爆点，然后话题性极强在里面，而非直服的主位，但属于边缘突围型的那种，就是很容易靠争议出圈，然后也很容易被反噬，属于是那种红得快，但是呢不是特别的稳当的那种。我其实很想看看宋祖儿的复出了之后无忧度，然后上完之后紧接着又是折腰又上，就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感受在里面。下句视频我们来搞一下。